都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纵观现在的娱乐圈，才人辈出的全盛景象尚未见到，个别明星扒道德底裤的骚操作却能让网友们集体震惊好几年。黑白键坐享千万瞩目荣光，却花钱交友的新闻还没走远，又来了一个当红女爱豆孟美岐迎难而上的热搜。不过最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她的公关能力，公司声明通篇读下来，于姐竟不自觉地想大喊一句漂亮。共享别人的男友到最后还能让人觉得山之大哥是受害者，甩锅都能甩得这么清新脱俗，山之大哥也是蝎子巴巴独一份了。不过深扒他过往的黑料后才发现，这一波甩锅操作并不骚气，甚至只能算青铜水平，而大哥也确实是受害者。全民吃瓜的小男友事件总结起来不过是贪财好色而已，所以是非对错不过多赘述，况且毕竟当事人已经有了各自的回应，公道自在人心。本次咱们不来关心穆美岐的影响力是怎么来的，只讨论她的大好星途是怎么没的。舞台上的艺人也好，素人也罢，只要是五官拔尖的，人们就会默认为对方品格也是上乘之人。因着晕轮效应，即便是本次当事人求锤得锤的回应了，网友们还是不敢相信这么好看的姑娘能和那样龌龊之事有关联。但如果忽略掉英伦效应的话，一切都能解释通了。毕竟孟美岐一直都不是个乖乖仔，宇宙少女当初在韩国出道时，就如同当初的韩庚一样，作为团内为数不多的中国成员而受到大量国内家人关注。当时的她还不懂规矩，即便谨小慎微，也总是在镜头前出点小问题。比如宇宙少女在韩国发展期间，她在接受街头采访时被问是哪国人，她没过多反应，就来了一句自己是韩国歌手。不出意料的，如果合理解释，这个原则性问题成了家人们的一大难题。也是人多力量大，有家人灵光一闪，表示我们女儿说的是 crazy 才不是 Korea， 你们听错了。即便说的是 Korea， 我们解释的是在韩国出道的歌手，和国籍有什么关系？听到这个解释，山之哥不禁一拍大腿，你真是个人才，有这样的有识之士，我还仅剩个毛线。于是在其他两人老老实实遵守打工人本分时，他却在特殊时期随团登台，巧笑嫣然地冲着台下的欧巴们发射爱心，甜美之态与后来的高冷形象相去甚远。视频被传回国内时，家人们的晕轮效应再次发作，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况且同团还有别人，为什么只针对我女儿？一番话再次拯救孟美岐于水火，让她成功度过了宇宙少女时期，镀金回国。宇宙少女归国之后，便随即参加了综艺节目《创造101》，并逐渐开始自我放飞的模式，在数以万计家人拥护下猛炒高冷大魔王人设。或许是为了塑造人设，也或许是本性使然，选秀期她和其他选手的不少互动都被家人看作是傲慢和眼高于顶的实锤。用家人们的话来讲，就是国外镀了一层金的高级人看不上本土乡巴佬。这究竟是家人们过度揣测，还是确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你得承认，人家确实有狂傲的资本。虽然现在的发展不如杨超越，但当初他可是凭借业务能力强势 C 位出道，甩了杨超越不知道几条街。当初在火箭少女101成团初期，各位成员都经历了黑历史满天飞的阶段，被扒得最惨的就是杨超越和山之哥，其中吵得最厉害的就是内讧上了。山之哥的家人们觉得你个渣渣凭什么和 C 位争光辉，杨超越方则认为各凭本事，你狂什么？于是你来我往，各自的黑料爆出速度堪比接力赛的最后一圈，互不相让。不过杨超越扒来扒去，却始终没有超过乡巴佬的范围，而山之哥的旧历史却十分超纲。在当时的黑料大宴中，开胃菜是网友扒出来他16岁时期的吸烟照。当时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团内的吴宣仪或者杨超越家人司在搞事情，于是拉出了2营长的意大利炮集中开火，一边祭出大清已不在，一边嘲讽黑子们的操作，吸烟而已，就这。黑子们不负众望，又翻出了他更黑的旧历史。初中时期的他不仅早早地开启了恋爱之路，对待两性问题的开放程度也异于同龄人。而且不同于霍小丸子头的嘴炮艺术，山之哥是理论课结业后直接使用了双速系列体验卡。当时他在网上419时就被人叫破了真名，在有关家人查证后发现，他们整个老家就2个同名的人，而根据该信息进行排除，10之8九这就是山之哥本人。刚开始家人们还据理力争，但随着越扒越深，连家人们都不敢据理力争了，只能团结一致挂素人，以此阻止继续深扒。不过扒不扒已经不重要了，浮出水面的信息就够网友们震惊的了。而且摁下葫芦起来瓢，随后他的一组2012年的写真链接又进入了大众视线。
点开一看，好家伙，没想到山之哥当时虽未满18岁，但哥的青春挺凶啊。对比现在小网红们抠抠搜搜打擦边球的操作，他简直是直接一杆完成黑八归位，尺度秒杀一众大小网红。浏览一圈下来，恐怕需要来2串大腰子补补，不然头晕目眩是免不了了。这些黑料如果放在一般艺人的身上，即便不退圈，也得是被雪藏的地步。但由于晕轮效应的加持，生生让大部分家人对此选择性失明了。他强由他强，姐姐依旧是白月光。而正是在这样的纵容下，山之哥也慢慢的开启了和家人们之间的互毁之路。2020年初，众明星皆因疫情歇菜时，山之哥却是趁此机会火速浇灌混凝土，为自己的才女人设打地基。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中晒出了一幅画，表示自己以后要和家人们以画会友。画作一出，家人们瞬间沸腾，评论区的热闹程度堪比庆功会，大家纷纷为自己粉上了达芬奇而感到骄傲。然而骄傲的劲儿还没过，原作者打脸的大巴掌就赶山奔海而来。一位名为兜四爷的网友发文质疑裁缝。面对这样的质疑，舆论自动分2组，一边网友们力挺原创谴责山之哥抄袭，另一边家人们则疯狂替爱豆辩解，两边闹得不可开交。之后因为家人们的动静太大，再加上孟美岐的影响力很高，这场抄袭之争很快变成了孟美岐一家对阵全网原创作者的局面。迫于压力，他亲自发小作文向原作者致歉，表示自己是太喜欢这2幅画的风格了，才拿来2次加工的，造成误会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消息闭塞。不得不说，中国语言文学博大精深，别的女人一句话让男人为她花18万，而山之大哥则一句话完美将掉价行为转变成了率真性格，进而让家人们再次忽略孟美岐的不完美，满屏剩下的都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过家人们能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支持孟美岐，不代表外界看不到真相，至此孟美岐的路人缘大幅度下降，翻车之路也由此出现端倪。成团前的大魔王虽然看不上杨超越那个小乡巴佬，但眼见着他的努力过程很圈粉后，也逐渐在大魔王的人设中加了一些努力元素，比如自称101选拔后期的2个月里，自己每天只睡半小时等等。这些言论究竟是不是反人类的谎言无所谓，在家人们的眼里，女儿的努力就是为之肝脑涂地的理由，打榜打电影买票宣传，往大了说。想过家人们会如何做面子工程，也想过电影版《诛仙》上映后，众美的通稿里会频频出现艳压的字眼，但谁也没想过孟美岐竟然能直接一步到位窃取所有人的成果。当时电影《诛仙》的最后总票房是4亿，里面到底是谁贡献了主要力量暂且不说，但山之哥的家人却率先以新人之姿越过各位主演，宣传自家爱豆是4亿女主。话里话外透露着都是他凭一己之力扭转诛仙扑街命运之一，毫不费力的让孟美岐和他的家人们成了出头的船子。不过老话说得好，出头的船子最先烂。家人们刚吹完3月份专辑直接爆肝数据后，6月份就有网友爆出他的数据造假且涉嫌诈骗。和往常一样，家人们再度集结与爆料者对战，一场孰是孰非的战役拉扯到了9月份，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加入了讨伐大军。至此，孟美岐数据组涉嫌诈骗案曝光，大家才知道所谓的干爆数据是以半价虚拟币出售专辑冲销量换来的。一时间，孟美岐颜面扫地。虽然并没有让他和他的家人们感到在意，家人们依旧是狂热的追捧，而山之大哥也还是我行我素的横行娱乐圈，但是一切的反转却也悄然而至。素人对抗明星确实有成功的例子，但愿意以1敌100之姿与明星耗费心力的却不多。从本次爆料者的自述上也能看得出来，发现自己被批了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并非和孟美岐鱼死网破，而是想自认倒霉。是一波又一波家人的网暴激怒了兔子，才让性情绵软的兔子晒图咬人。虽然爆料的聊天记录中有着诸如发骚拉的爆炸言论，但在家人们的眼中，爱豆是完美的，是绝不会有错的。所以作为忠实家人要做的能做的就是团结一致，击退一切邪祟。可笑的是，正是这种团结一致把他们的爱豆牢牢地打上了标签。小打小闹的错误，晕轮效应还可以是护身符，能够护着爱豆强势前行，不受外力侵扰。但是当根基有问题时，家人们的晕轮效应就会变成一道催命符，一举将艺人推向深渊。楼盖得再高，都免不了有坍塌的那一天，根基不牢，最后也不免会遗憾退场。所以我们前面才会说山之哥也是受害者，是晕轮效应让他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没有好好的做好爱豆本分，更没有做好家人的引导工作，最终滑落道德底线之外。
不知道孟美岐经此一役后会如何，但如果她不从根基上正确处理自己和家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不正确引导家人们的行为，那么即便是公司和男友都拼命力保她无虞，也保不齐下一次风浪过后，她是否还能站在舞台上。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欢迎点赞、评论、转发，了解更多娱乐资讯就赶紧关注于姐吧，我们下期再见。